大家好，我是老魏，我现在在这个呃常州啊，江苏常州，江苏常州，我差点说成河南商丘，我老家是河南商丘，我老家在河南省商丘市，叫谪城县，一个木头的木加石头的石，那个其实应该读第四声谪城县，就是北京潭柘寺那个柘，这个很少有人读对，包括我们河南省里面的人，都都会念成拓城或者石城，这个反正怎么念的都有。这个因为中国的汉字啊，生僻字太多了，而像我们这个柘城的柘呢，是它仅仅是用在这个地名上，别的地方没有了，而且没有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像一个木头加石头垒成的城啊，我们叫柘城。那柘城那个小县城呢很小，但是也是比较有历史也是历史比较悠久了。我这次回国呢，其实我前几天回来前面我是心里非常怕的。我当时在办公室里就接到我姐夫的电话，说我姐生病了，挺厉害的。我当时我就很懵，就赶紧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反正这几天病情也稳住了，稳住了才有空了聊聊天儿。之前我是没有空的，包括我在越南的时候，我是腾出时间把该剪的片子都剪了，然后该做的一些事儿都做了，不还有一个片儿好像还没有剪，因为我也没有空，回国了以后也没有空，然后就暂时不管它了先，然后空了呢就直播聊聊天儿。因为现在我姐在医院里住，然后我老婆呢也是在医院里陪床，家里边呢就我小孩儿，两个小孩儿，包括老人都在家里，所以我声音应该不会很大，然后那个大家能听清楚就好了啊，能听清楚就好了。我本身这几天又感冒，因为我回来前面呢，连着2天没有睡着觉，就我我姐生病那个事儿呢，我就是直接一下子把我干的睡不着觉了，就是精神非常非常那个免疫力就下降了嘛。然后坐飞机的我基本上也是睡不着，因为我人比较大，就是人比较胖嘛。然后飞机那个座位，特别是越捷的大家就是便宜嘛，对吧？像我们这种穷人就坐越捷的飞机，越捷的飞机就是便宜，便宜的话，它那个舱相对来说就是人多座位小，我这种胖子坐在那个飞机里边就感觉到特别挤，然后就根本就睡不着觉，特别难过。所以我特别怕坐飞机，我特别怕坐飞机。起降这块有很多人怕坐飞机是起降的问题，我是因为胖，夹在那儿很难受。我有时候我坐这个从上海飞那个胡志明，或者从胡志明飞上海，4个半小时，我4个半小时都要去卫生间去个2次，活动活动，哎呀，太难过了。然后就得跑到卫生间里去洗洗脸啊，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坐回去，就是磨蹭个2、3分钟再回去，这样的话就感觉自己这个过得没有那么累所以我也没有飞过太长的，可能是我这辈子飞的最长的距离就是从上海飞到那个胡志明了。回来的时候有时候我还喜欢做转机的，比如说2个多小时到广州，广州停个几个小时，然后再坐到胡志明，又是2个多小时。这样的话加上路上休息差不多十几个小时，时间是比较长，但是我没那么累，没那么辛苦，就是感觉一次性4个多小时就很辛苦了。我特别特别就是佩服那些从美国直接飞到这个胡志明的那些朋友啊，从上海从那个什么日本转机，或者从韩国转机，或者从那个台湾转机，哇，20多个小时，然后一天一夜27、8个小时，对吧？一天一夜，就是除了飞就是飞，那个太厉害了，我觉得能熬下来，简直像我能熬下来就要掉一层肉了啊！我姐的现在病情也是基本上稳住了，稳住了。现在是在调养一段时间，因为她还要氧气，还离不开氧气能离开氧气了以后呢，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出院以后可能待几天呢，我就再回到再回到越南
再回到越南，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功夫外卖呢，基本上达到一个那个平衡点儿了，就是我们在不投入的情况下，哎，它也能够维持我们现有的运营。然后如果我们现在说实话的也没有太多资金投入，就是现在基本上也达到一个平衡点儿了，而且我们的竞争对手市场上也看不到了。就我们一家了，我们现在就是短暂的一个平衡先保持住。那现在我们也在等，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人有没有老板来继续再投资我们，一起把它做大做强，做得更好。已经晚12点了，哦，您那边12点了是吧？我这边是北京时间10点钟，北京时间10点。越南的话可能是9点钟，对吧？越南应该是9点钟，还早得很呢。然后那个现在呢，我们是比较猥琐的一个发展，就是说猥琐呢，就是谦虚一点儿，就是暂时先保持这种平衡，但是公司也有更多的想法，想做一点别的东西。现在也在越南在筹备吧。反正今后我会在视频里跟大家聊这一块儿。我这次其实只在越南待了差不多1个月吧，然后就过来了。其实我还想着再早一点回到越南，因为我觉得在越南我很习惯，在国内我一回来，哦，这个天太热了，那个热的不行啊，就是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很闷。因为常州这边的天呢，其实常州靠到南京，离南京很近，大概200多公里。然后常州呢，它实际上，南京呢被称为四大火炉之一，对吧？四大火炉之一，天气非常炎热，夏天是闷热闷热的。因为这边湿气比较大，热起来以后啊，那个热空气是散不出去的，所以人这个体表温度啊是很热，然后黏黏的，就非常难过，就没有越南那么舒服。越南的那个小小风一吹过来，那身上非常凉爽，对吧？也不出汗，或者出汗了以后风一吹也是干了，它这个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非常舒服。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越南那个气候的。我是比较喜欢越南气候。那不知道我知道，反正很多人，留在越南或者在越南生活，他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越南这边真舒服啊，对吧？越南的气候真好。嗯，我们现在，呃，也是比较，我是我是在平阳新城那边，平阳新城呢，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镇。对，我回国了，我在回国了。如果没有回国的话，我肯定是不管是长视频或者短视频，我总归是一直在发的，对吧？然后在新城那边，其实好多素材我是没有了。其实我不太喜欢在新城那边生活，我觉得在土鲁木生活都好的，但是新城那边中国人非常多，而且像我们做这个业务呢，中餐厅又特别多，所以在那边做呢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那如果我现在再跑到土鲁木再找房子啊什么，很浪费时间，很浪费时间。但是新城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就是那边的交警太多了，每天晚上都在查。因为我们有时候拿国际驾照啊，就是他不认，他一定要本地的驾照。摩托车的话，一般我们都没有换那个越南的摩托车驾照，都是用国际驾照。他有时候就认，有时候就不认，不认的时候就罚款。啊，但是不管他认或者不认，每一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来给他来这种拉扯，知道吧？来拉扯这个事情，要花很长时间来拉扯。就是他不管你是不是那个有没有，你总归要在那儿待一段时间的，对吧？所以这个事就是特别那个，就是现在我在新城晚上我都不愿意那个出去了。你们玩驾驶证很难的吗？它是这样的，就是，呃，我们的驾驶证呢，我们在越南拿驾驶证是跟我们的签证走的。你像我是商务签证3个月，那我只能拿3个月的那个摩托车的驾驶证，对吧？拿3个月的摩托车驾驶证就很短，就跟我们的签证是一起来办理，就是非常麻烦。办理的话，它不是说像我们签证一样来办理，他到了越南以后再去找一个地方再去办理，他实际上要花一整天的时间。你要不就找个中介来办理，找个中介来办理，你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就是很麻烦。呃，因为我签证太短了，如果说我有半年的签证或者1年的签证，我就就去办它了。就没有那种长签证呢，我就觉得办它要花那么多钱，然后3个月就没了，对吧？就感觉很不值，明白吧？感觉很不值。所以我就用的国际驾证。国际驾证呢，它有的地方呢它认，比如说我骑行的很多地方嘛，都遇到过交警。也比如说到了岘港，那岘港那边肯定认的，但是到了这个平阳他就不认，胡志明有的地方认，胡志明大多数都认的。嗯。所以他这个就是包括很多中国老板在那边对这个越南交警的这个口碑啊，评价很差的。那边很多中国老板就觉得这个越南的这个警察呢，就是为了罚款就是为了罚款等等等，反正，包括很多越南人，我在这个现实中见到的越南朋友对这个越南交警评价也是非常差的。但是我现实中我也见到很多交警，其实他们也是一份工作，这个我是比较能理解他们的，因为站在他们的角度，拿了那么低的薪水，然后如果说在没有这方面的收入的话，理解归理解，但我理解不赞同啊，我是理解不赞同。就是他拿的薪水很低，一个月好像只有几百万，有时候还拿不到1000万。他如果没有这块灰色收入的话，那养家的是问题，对吧？养家的是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只能不能够做出太多评价，因为之前在20年前，中国其实也是这种模式吧，那时候的也是各种罚款，对吧？现在他一步一步规范。现在罚款警察已经不能收现金了，对吧？在中国警察不能收现金的，他是给你一个账户，你直接打款就行了。所以相对来说，他就会逼着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正规。你不能收现金的话，你就必须得正规，对吧？你不正规的话，其实好多时候你就是被拍下来，或者被别人记下来以后啊，你可能就会很麻烦就可能会把这个衣服给脱了，对吧？其实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越南遇到的事儿吧，因为没什么好聊的，咱们就随便聊聊。就我今天在越南呢，我这几天看有朋友跟我讲，他说岘港那边刚刚提到岘港了，我突然想起来了，就岘港那边，有一个中国老板被骗了100多万人民币。就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中国老板呢是一个贸易商，就是做那种海鲜类贸易的，他是从越南买货卖到中国进到中国，他是这样的。然后他就信了一个越南的那个经销商让他去把钱转给他，让他来帮他买货。结果呢，他这个钱打出去，然后货没了。所以在越南比较常见的一种被骗的套路就是说，我们这个钱一定要跟货同时交易，就是我看到货了，我交钱，对吧？然后我或者验完货我交钱，这个一手钱一手货这种原则。那他呢就是太信任人了，其实老魏以前也是这样，老魏也是被骗过，也是信任人，直接把钱我觉得你可以，我直接把钱打给你了，打给你完了以后货不对版，我那次也损失了好多钱也损失了好多。就是越南呢，就是这种是最常见的一个那个了。如果他没有货了，他就是人就消失了。你想要回这笔钱非常难，你要付出很多代价。你如果报警警察会给你来拿一点这个比例拿一点比例，这个从里面拿出一定的比例，要作为一个报酬，警察会跟你谈。其实你要是找黑社会也是，找社会上的人也是，也就是这笔钱你要回来的话，你一定要损失一部分，甚至能达到50%，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就是其实不管他这100万，只要那个人不愿意付给他了，他这个损失至少是50万左右甚至超过50万，因为你这个公关的费用好多费用要花掉的。所以在越南做生意很多中国老板到越南做生意，一定要想到这块儿，就是现款现货现款现货，千万不能就是千万不能就是太信任人了，就是太信任人自己要吃亏的我以前也信任过一个台湾老板，我把钱借给他以后，然后还我的钱的时候都是
1000万、2000万的还。我当时拿给他10多个亿啊，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还。那导致我在越南生活就是非常拮据了都，我都把我的钱都借给他了嘛，现金嘛，对吧？然后越南盾呢，然后他说马上还我，马上还我，然后我就等他这笔钱，等了好久，然后后来处理的还掉个尾巴，还差了几千万没还我，后来那个钱，哎，那个人就找不到了。对对对，所以在越南呢，就是各种事情都会遇到。那遇到的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呃，就是换钱上被骗的最多了。就很多中国老板在越南都被我听的最多的也是，因为换钱就是被骗了，有的人是收到的就是个短信，根本就没有收到钱，他把越南盾转出去了，对吧？别人拿人民币给他，这个手机收到个短信，你账户上进了多少多少钱，其实那个短信都是人家做出来的，发给他的，这个是假短信。假短信发给他以后呢，就是这个他也没有核对自己账户，也没有核对账户。其实我也遇到过这一类的诈骗，那时候也是群里边有人加了我的微信，说是我这边换多少多少钱，我说那可以啊，就是换点生活费嘛，也就几千块钱嘛。然后他一会儿就给了我一个截图，给了我截图说是转了账了，转了账了以后，我就看我的那个余额嘛，我说我没有收到这个钱，他说我都打了，你赶紧给我打钱，我急用呢。然后我说，第一，你打了是你打了，我没收到，这是我没收到，对吧？我不收到，我肯定不会给你转，然后我也没有跟你见过面儿，你要是过来的话，咱们一起等，我在哪里，我给你发位置，你过来。如果你真转了这笔钱，我一定能收到，我收到了，我一定给你，对吧？后来他就给我扯了一会儿呢，他就不给我扯了，为啥呢？他知道我这个骗不了了，对吧？骗不了了，他就自己走了。所以这个换钱呢，在越南是经历呃诈骗最多的一个行业了。就很多人在换钱上都倒过霉，而且我听说在海外很多国家，中国人骗中国人也都是用换钱这种方式。因为现在人民币啊，就是有很多那种博彩的钱、诈骗的钱，那个钱处理不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换当地的货币，本国的货币换了以后，再想办法再换成这个美金啊或者其他的货币，再转移或者再转移成 USDT，他们通过这种套路来把这个钱洗白了。其实，老魏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海外呢都不容易，就尽量呢不要去坑害别人，但是也要防着，尽量不要被别人坑害了。因为海外呢，说白了，它和在国内不一样，他海外的很多人呢，相对来说他的身份是个谜，身份是个谜，有时候他这个一个人呢，他是多面的，他觉得他可以骗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被利益蒙蔽，会骗你，甚至有些人呢会记心作案，对吧？有时候这个人还挺好的，但是他一旦得到机会了，他可能就会就会就那个什么了，对吧？就骗你一次。所以我们说就是呃，不能拿金钱去考验一个人，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考验的。嗯，我们每次回越南换钱的时候，都是找相熟的商家来换。哎，对，是的，是的，我们现在也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越南盾了，那用人民币来换的话，也是找到认识的朋友去换，或者是什么，我们越南盾要换人民币的时候，也是找到认识的，特别是收人民币的时候特别小心。我上次也是被骗了嘛，就是我用我的支付宝让人家收钱，结果被骗了一下子。但是我那个时候几乎没什么损失，因为他后来也转钱给我了，但是我好多钱我也转给他了，基本上损失很小嘛。就是支付宝被封了几天，但是我在海外也用不到支付宝，回国了就用了。然后后来我把那个钱几百块钱我赔了，几百块钱人民币我赔给人家，人家就给我那个给我撤诉了嘛，相当于是撤诉嘛。嗯，今年呢，我是觉得很多
很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啊，就来到越南。其实平阳我也是感觉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因为我正好在平阳，我是离商会，我就住在商会嘛。呃，我们来商会考察的，从中国来的那些老板也越来越多了。我看考察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波接一波的，真是这样。有时候你要是去接待他们，可能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去接待那些陌生的人，因为没什么那个，他们一直在问，有问很多东西，然后也不一定会落脚，但是有很多是有强烈的意愿来落足越南的，想在越南发展的。其实出海呢，越南不是首选了，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有国内的朋友有国内的朋友，然后想出来的，就是越南已经不是首选了。我觉得印尼啊、非洲或者是拉美这些地方都不错，但是非洲和拉美太远了，非洲飞过去可能也要花很长时间，对不对？这个坐飞机太辛苦了。然后然后就是东南亚的话，你看印尼就是已经很不错了。我问了很多朋友，就是说印尼无论它这个治安情况经济发展情况，还是那个劳动力的价格都非常适合这个企业去投资。印尼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了。今后可能在印尼，很多人都在泰国是吧？但是我也有朋友说泰国，其实我之前我也在泰国待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泰国不适合创业，泰国就适合养老。而且就适合欧美人过来养老，你要拿着欧美的护照来。中国人其实在泰国，其实怎么说呢，也是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坑的。只不过很多人选择性的没有报道或者是我也不了解，反正我觉得泰国曼谷它物价非常高。泰国曼谷的物价很高，然后像芭提雅的物价估计也不低。清迈的物价比较低一点，那个生活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在泰国生活真的不如在越南。养老的话，其实它也没有越南舒服，而且越南的价格低，但是越南的有一点不好，它没有国际化。就像我一个朋友就聊过，就是越南不够国际化的问题，就是说越南的很多路牌路标它没有这个英文的标志。没有英文标志，就很多老外来到越南以后就是他等于是不认识路。然后到了泰国之后，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英文标识。越南的直接是越南文标识，那很多地方呢，它也没有中文标识。这个整个越南，我们走了越南那么多城市，也没有哪个城市有中文标识。因为这个两个国家的关系在这儿搁着呢，就是他有时候看着很紧张，那看着很近，但有时候又挺远的。看着挺远的，有时候也挺近的。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爱又恨，相爱相杀，对吧？所以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很微妙，所以在越南呢，很多地方它没有中文的那个标志，很多都没有。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在越南的很多中餐厅，其实中餐厅以前的很多中国老板就直接用一个中文，就是做店招牌嘛。后来被很多越南警察罚款，说是这个必须要有越南文，而且越南文字在上面，越南文字的字号要大于中文的字号，这是他们的要求，必须这样，不然就罚款。然后就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我知道以前有很多老板因为这个被罚款。有很多老板被罚款，特别是餐厅，因为餐厅它用到的最多嘛，而且餐厅里面包括菜单上必须都要有这个越南文。必须得要用越南文。这个中国人呢，其实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那个没有那么其实中国人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文化，就是抱守着自己的文化。你比如像欧美那边的那个唐人街，他们那个中餐厅里面就只有中文，连英文都没有，对吧？因为他也不做那个英国人的生意，有的英国人想吃中餐了，跑到那边不会点菜，是吧？这是在
在欧美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唐人街，你去看那个菜单，有很多都是没有英文的，有很多老板都没有英文啊，甚至那个招牌啊什么都是纯中文的，所以这点他是很不容易融到中国文化的，很不容易融到别人的文化里面去，而且中国人的想法都是让别人融到我的里面来。那最典型的呢，我在越南认识一个中国老板，那个中国老板很硬气的，就说你想到我这儿，他说越南的所有员工都要有微信啊，我们交流都要用微信。如果你没有微信，那就不要在我的企业上班，不要在我的工厂上班啊。你如果没有微信，你就想办法注册，注册不了你就自己辞职就算了，自己就不要做了，必须要有微信啊。他管理层必须得有微信，包括有些员工都要有微信。这个 Zalo 他说我连下载都不下载，就是我干嘛要下载你的，对吧？这个非常强势这个当然我是不认可他这种说法，就是你到了人家的地方，你要遵守人家的一些，我不说你遵守人家的东西，这个遵守人家的法律法规是必须的就是其实你要融进人家的文化里面，融进人家的生活里面，那你的企业才能做得更好，对吧？这样的话你才能有那个员工真心的拥戴你，维护你。有的中国老板就是你员工就要听我的，因为我是给你钱的嘛。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呢，也是让我觉得我不太认可的。就是本质上呢，这是一种交换，对吧？我用劳动力来换这个我的报酬嘛，对吧？但是虽然是你出了报酬，但是你购买了人家的劳动力，这是一个等价也好，或者不等价也好，对吧？因为越南工资水平比较低嘛，或者说这个越南有很多中国老板讲，越南的这个工人又是太懒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就是认为我给的工资高了，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交换，是双方有契约的，就是你就不能够再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个不好，真的，对吧？现在澳洲已经开始这个是澳洲嘛，对吧？澳洲已经有那个说是那个是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已经说了，就是8小时工作之外，员工有权利拒接这个雇主的电话，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对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这种交易结束以后，你就没有权利来骚扰我了。你要骚扰我，你要继续付钱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就是随便交流有可能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但也有可能你是对的这个我们反正求同存异，有意见大家也是好朋友。我今天就接了一个，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他说要加我微信，然后我就加了。那个女的呢，她是广西的，她说她这个男朋友，就是借了她几万块钱到越南去了，到越南做木材生意到越南做木材生意，然后这个去年把钱给他以后，就是今年就找不到人了。我说这个，他让我分析分析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吧，有的网友来电或者说来信都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我正好今天看到了，就是想起来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现在到中国到越南做生意的非常多不管是从越南就是做双边贸易的也好，或者做生产型的，做工厂的也好，生产型的嘛，做实业的工厂也好或者一些旅游的也好，其实越南这边做生意真的不好做我相信我跟那个人就说，我跟那个网友就说，我说你这个大概率的，你这个钱是目前你男朋友他把这个钱亏掉了或者没有赚到大概率是这样的，因为想一个男人如果有钱，他不会说这个前女友的钱不，或者说女朋友的钱不给了，对吧？他一定是没有钱了，或者生意没有赚到钱，或者是亏掉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是拿不出那个钱来给他了，对吧？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到越南真的是生意不好做的。现在越南反正就餐饮业来讲，我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对吧？餐饮业老魏是非常有话语权的
啊，可以跟很多人来那个，我在这个行业里算虽然不是资深，但是我是比较有那个了。就是平阳来说啊，平阳、胡志明就新开的餐厅就不计其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反正几百家，今年一二百家总归是有的，对吧？今年一二百家是有的。河内的周边啊，包括北宁、北江也是新开了很多啊，新开的呢很多，倒的呢大家看不到，真的大家是看不到的，因为你不去那里，你跟那些老板也不接触了。就是我们平台上的，就功夫外卖平台上的那些商家倒了以后呢，他自己有时候把这个菜单给删掉了，然后就拜拜不做了。就我平阳的就很多家就倒了，悄没声的就走了，说不做就不做了。但不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钱赚呗，对吧？有钱赚了，谁会走啊，是吧？啊，因为我们做菜单啊，什么都不收人家的钱的，所以这个其实他们走了，对我们来讲也有损失的，因为我们在他这个上面已经花了钱了，对吧？已经花了钱了，就是我们都没有在他这个上面把这个做菜单的钱赚回来，他就已经走了，就是很多是来来回回的走。这个店你看着今天关了几天，过几天又有人接了，接了以后接着开，开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又关了，再开，啊，反正这个一直不停的在开在关。所以在越南投资呢，其实非常的不适合单兵作战啊，就不适合那种个体的老板来越南闯一闯了。就像10年前或者5年前，我们不考虑疫情啊，其实我来越南就太晚了，正好我到越南是疫情，那是没办法，就是我在越南是亏得底掉的，对吧？几年也一分钱没赚，亏了时间也亏了钱，蹉跎了岁月，也熬出来了白发，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能早个2、3年到越南的话，我想我今天，应该是不一样的一种姿态，呃，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可能是赚到钱了。因为在10年前，在越南做生意的那些老板呢，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非常成功的，那坚持下来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啊，在他们的所在的领域都取得了，呃，相当可以的成果。有很多老板都觉得，哎，这辈子赚到这个钱已经是非常满意了，对吧？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啊，有的甚至有了越南的这个老婆，越南的孩子，对吧？混血，然后有了比较好的这个事业，这样的老板很多。就是我们真的沉下来认识这些在越南待10年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越南取得的成就是他们提前就已经来到越南布局了。他们个体是可以获得成功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时代造英雄。那今天呢，就是个人过去真的很难再靠自己的拼搏来起来了，真的很难了，越来越难了。嗯，十分感谢你多年来对用中国侨民的视觉真实反映报道在越南的所见所闻啊，这个应该的啊，这个是我觉得我拍视频也不是为了播流量，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跟很多其实跟很多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坚持用我这种平时的镜头语言来反映一些身边的问题。啊，大家有的人就没有耐心看下去，有的人是有耐心看的。这个我其实我也无所谓的，真的也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就是流量多少啊，其实我也希望流量高，但是我做不到，就是把一个很平时的东西说的慷慨激昂，对吧？说的让人热血沸腾，这个不是我能做到的，这我的水平有限吧，可能是。嗯，多多分享一下当初选择越南而非其他国家，工作侨居。越南新娘嫁到台湾10多年，经营小吃店生意兴隆，例如早餐店、油饼、油条或台式蛋饼。啊，那好，我一个一个来吧。那就分享一下
我当初为什么来选择越南而不是其他国家？其实当时呢，我在2017年的时候2017年一个股灾，我当时呢，其实我当时股票上亏了很多钱。我其实本来是我的经济情况已经，在中国呢谈不上好吧，就是已经是，呃，反正生活是可以达到一个小康了，对吧？呃，但是人一玩股票就跟玩赌博一样的，特别是中国的股票，股票上亏了很多钱，我生意就做不下去了。然后当时在国内呢，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然后我就想到外国去，国外去。其实，呃，我就选择哪个国家嘛。当时我其实我很理智的，当时如果我去非洲应该是不错的，但我没有去，因为我的视角还没有打开，视角还没有打开。我就是觉得，哎，东南亚应该是不错，先走出来嘛。走出来，东南亚呢文化上比较接近，然后这个又适合创业，然后又风景不错，社会稳定。那我去过泰国，去过马来西亚，最后我选择越南。越南是一个就是当时2018年我第一次到越南，我就是去了以后我就觉得啊，越南这个社会太有活力了，可能每一个到过越南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活力，哇，这个这个太有朝气了，对吧？胡志明里面晚上的时候，那个城市就跟沸腾一样，对吧？城市跟沸腾一样的，哇，所有的人都在很阳光、很积极的活着，感觉那个雨都是都是跳动的，对不对？都是很活跃的啊，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啊，特别是西贡啊、华人街啊这种，我非常迷恋，说实话的，我非常迷恋这样的城市啊。然后我就觉得，哎，越南应该是不错的，而且当时呢是有一个人呢在网上跟我联系啊，他说他是在越南想来做点生意，然后考察下来，觉得越南不错，那我跟他联系了以后，我来到了以后，我来到越南以后呢，那个人会因为有别的事儿就离开越南了，就是在越南坚持下来了，只能说是坚持，咬牙坚持啊，就是因为我做生意也没有做起来。越南新娘嫁到台湾，其实我现实中还是遇到一个，平均郡有一个越南人，她也是嫁到台湾的，在台湾做早餐店，做早餐店，因为就是疫情前面见过面儿，后来疫情以后啊就没有见过面儿了。她呢是嫁了一个台湾人，然后是学会了这个，包括这种台湾小吃的一些做法，然后在越南那边，在台湾来做早餐店，经营的还是不错的。经营的还不错，然后做的也很好。我 Zalo 上也加他好友，就是我们后来还打过2次电话，打过2次电话，就是在越南他发展的不错，在台湾他发展的不错，说是有机会我到台湾去，我来拍一下他那个店，我觉得一定如果有机会去台湾的话，一定是，去拜访他一下，记录一下他在台湾的生活，好像是2个小孩子，儿子都很大了，呃，做的还不错。我过去拍摄的影片都一一看完，哦，谢谢谢谢，尤其是你在各个华人会馆中精彩细致的片段，令我勾起不少难忘的回忆。谢谢谢谢，因为这个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大家可能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的那个，我是出生在河南商丘的，河南商丘下面的一个小小县城叫赭城县，就我们那个县城啊非常非常小，非常小，而且当时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整个不是我们一家啊，就是我们整个农村，有钱的就是很少，都是很贫穷。然后很多人家里边就是吃那个馒头啊，都是要那个杂粮。为什么要杂粮呢？因为小麦呢是不够吃到第2年的，不够吃到其实今年收了小麦以后，肯定是那个总量是达不到第2年小麦再丰收，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穷的，非常穷。我小时候就我妈就非常辛苦，就是给我们做鞋子，那个鞋底儿都是她自己纳的，叫妈妈纳的千层底儿。然后那个吃的东西呢，也是，就是我们小时候相对来说还能吃饱了，就是像
再大一点的，好多人都挨过饿的，真的都挨过饿的。你像我爸我妈他们那一代人都是挨过饿的，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我就当大家都知道，或者说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那些年代，中国的一些状况，非常贫穷的。那个时候，像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我姐是1978年出生的，然后我是1981年出生的。那个时候中国是非常贫穷的，我们农村是非常穷的。我们农村一双鞋可能要穿一年，穿的那个脚趾头都露出来，对吧？袜子也都是平平补补的，就没有一双。我到上了中学了，我都没有穿过皮鞋都是那个布鞋。后来有了回力的那种胶鞋，回力鞋嘛，当时我记得10块钱一双还是几块钱一双，就是觉得那个已经很好了，是吧？就是已经是天花板了，真是这样的，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东西了，很奢侈了。然后书包也是那种比较旧的那种军事的书包，那个时候，就是主打一个清贫主打一个清贫，真的不是一家，也不是老魏在这煽情，几乎大家是40岁到50岁的人，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农村，没有哪一个是说这个吃的小时候能吃饱肚子的，或者能吃的每一顿都能吃肉的，那极少极少的，就是几乎是没有的，农村里几乎没有的，每一顿都吃肉的。当然我们到了今天了，每一顿都吃肉，反而让我们越来越胖了，就是人是贱命嘛，还是要吃点这个杂粮杂草，对吧？那个时候我们是真的是非常贫穷的，我们老家也是很穷的。呃，就你像我今天我跟我爸聊天儿，我跟我爸聊天儿，我爸还说因为我爸在他们兄弟姐妹里面是老小，然后他跟我说他的哥哥姐姐里面都有饿死的，就是没办法，那个年代我爸是1953年的，所以那个年代就很多人饿死。呃，有点不解，你凭着勇气在异乡打拼多年，为何不费点精神，学习一点越南话呢？你和越南居民的互动。嗯，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这个语言呢，我刚开始呢，就是想着就是做中国人的生意。其实我是到了越南以后，也是思维越来越开放。我不是不想学越南语啊，就是真的是我是找老师学过，你知道吧？学了以后就是学不会，越学越差，越学越差，就是记着一个词儿得花很长时间。那现在呢，我只会一点越南的简短的句子，能够解决日常的，就是比如说买个菜啊，问个路啊，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让我跟人家进行这个灵魂的对话，是吧？涉及灵魂的那种交流，那就不行了。这个句子会的也比较少，但是我真的是学不会，而且是什么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学了，因为人在某一方面儿你要是专注的话，在另一方面你就没办法专注。这个而且我真的是想学不会，这个是需要天赋的。你像广西的两广的人学越南话就很好学，对吧？我是学真的呢很难学，让我学广东话我都学不来，听我都听不懂，就我没有语言天赋。但是你让我学北方话我听一遍以后，我都能够按照他那个发音我再说出来。就是你让我说南方话，我真的说不来。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没有语言天赋。我其实也很想学也很想学。可能是，当然了，如果说把这个学这个语言，归咎到没有一个好的越南语老师来讲，是不是自己太那个了？自己太对自己不负责任了。就我是想学我是想学，也许今后哪天我可能沉下心来好好学一阵子，或者找一个好一点的老师，因为找一个好的老师非常重要，我太了解这个了。其实我上大学读的是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其实我知道这个里面是个学问，你会说和会教是两个概念，明白吧？会说和会教是两个概念。就是其实我采访过一个当时教中文的一个越南人，
他也说了，会说会教是两个概念。如果没有专业的就是这种教学理念，或者没有学过专业的教学，你去贸然去教的话，你是教不好的。教学呢，教语言它是一门学问，一般的人掌握不了，或者说你我朋友里面也有人教过我，找过老师也教过，但是不是很专业的那种老师。其实我应该找一个专业的那个越南语老师来教我，这样我相信我就能学好。其实是找一个老师很难的，找一个好的老师真的很难。我也想这样，我也想这样，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的工作性质啊，其实我的工作性质都是跟中国人打交道的，很少跟越南人打交道。对，您说的也对，如果跟越南人多交流，一定会很容易上手了，一天学一句，呃，对吧？一年下来也基本上也能够正常的交流了，对吧？我身边的有很多，包括那个助理啊什么，都是会中文的。你看我在新城，你要在新城想让我学会越南语，这个东西你不是为难我吗？对吧？新城那全是中国人，我到了越南的平阳新城，我就感觉跟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差不多，真是这样的，就是只不过是多了些越南人，对吧？只不过是多了一些越南人，真是这样的。那个平阳新城里面呢，一大半儿，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啊。街道上，如果说因为现在是越南的警察强制要求他要有越南字，如果没有那个越南字，对吧？像以前那样就直接写中文的那种，那你就会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对吧？真的是到处都是中国店，到处都是中国店，对吧？这什么美容美发的那个餐厅啊、KTV 啊，还有那个什么洗脚按摩啊，这个真的是做什么行业的都有，物流啊，对吧？多得很。不瞒你说，当天你去西贡车行看车，你的越南助理他的中文翻译能力乏善可陈，请不要介怀，或许他在其他方面对你有帮助。对，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找助理呢，也是为了工作，不是没有要求他的越南语水平一定多高，就是因为他不用翻译，他只要大概能理解就行了。我们是找他做客服的，找他做客服。你的好友杰哥可以帮你克服一些语言。其实杰哥呢，他教我语言的话，我很难学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真的学不会。他的其实刚刚我也说了，就是学语言，它是一个需要有一点技术在里面的，教特别是教的需要有一点技巧技术在里面的。当然了，如果是美女教，你可能会更集中注意力，对吧？也有可能更分心，不知道，下一次找一个试试啊。呃，所以不是老魏不想学语言，老魏身边有好多朋友在越南都是报了学习班学着学不下去了，都是这样的。现在现在我的工作，你让我学语言的话，我也很难学会，因为我没法用，我身边全是那个中国人，真的身边早上一醒来一群都是中国人，晚上也是中国人，就是很少能接触到越南人。那接触到越南人助理的话，也是给我用中文，反正我助理的中文水平是越来越好了，感觉发音越来越准了。我就是没事了，今天心情稍微好一点点，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儿，然后来给大家吐吐槽，感谢这么多好朋友啊，能听我聊这么久，嘣嘣聊了50分钟了。那个老魏呢也是有感冒的，你看我发音还有鼻音，今天老魏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好吧，改天空了再聊。有个严肃的问题，你在越南生活多年，有没有买医疗保险？有没有得过病是不是得过病？我在越南，感染过那个非典，那个什么，这个是叫什么新冠啊？感染过新冠，但是自己扛过去了。我一个视频就这么写过的。医疗保险我没有买过，我在买的是国内的医疗保险。
其实因为如果说没有那个新冠，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在越南买医疗保险，因为离中国太方便了，对吧？两个国家太方便了。妈妈以前在越南50年都不懂越南语，哇，是啊，可能他身边的中国人太多了，然后让他学很难学，真的很难学。其实我觉得学一门语言啊，非常非常难。我上学的时候英语就不好，我高考的时候如果说英语好的话，我可以考一个很好的就是本科，然后就是我的英语给我拉了很多分，当时150分的试卷我连50分都没有考到，好像考了40几分吧。主要是选择题，选择题比较快。英语我的也很差，其实英语也是语言真的是我的软肋，没办法的。抽象思维的东西我能学，逻辑思维的也能学，就是这种死记硬背的我真是很难记，因为找不到技巧，找不到关联性，而且发音又发不出来，这个非常的痛苦。学语言就感觉很痛苦，味同嚼蜡，就是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可能人有兴趣了就会好好学，对吧？或者说能给你带来什么东西你就好好学。但是有些时候，你学这个越南语就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强迫，可能自己的认识还不够。习惯就好了。就是你这样想嘛，长期和家人分开，你想着也是为了更好的团圆嘛，对吧？也是为了更好的团圆，因为疫情谁也没想到那么久，对吧？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可能我也是想让一家人都出来的，对吧？想让一家人都出来，反正这个出来的这个话题呢，嗯、暂时还不能多聊暂时还不能多聊，就是等出来以后再说来，还是想着出来，因为我觉得无论从孩子的教育来讲，还是未来来讲，出来都是对的，对吧？而且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出来，那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想出来的人呢，就是出来的时候谨慎一点不要踩太多的坑。台湾客家人会说闽南语，主动与北方人普通话交流。对，我觉得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安徽的，他的妈妈他说是福建那边的，他就会客家话，哇，讲的可溜了。好的，谢谢谢谢，谈不上勇气吧，我觉得认知会推着你往前走的。认知会推着你往前走。因为现在我这个，呃，有很多东西呢，我是在国内我很不习惯的。比如说你赚的钱少了，或者觉得他看不上你这个行业，很多人就瞧不起你。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觉得，哎，老魏在越南没赚到钱，就瞧不起。这个也很正常。今天我爸也跟我讲，我说这个不用在乎他嘛，不用理他，因为这个你过好你自己，你哪有功夫来考虑别人的感受呢，对吧？自己多付出点努力，自己多辛苦一点你有很多计划要做，有很多路要走，哪有功夫去理那些人呢？是不是？所以有了目标了，有了想法了以后，就坚持着去走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吧。好吧，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改天再聊，改天再聊聊我就是再聊聊在越南的一些其他的话题。其实我也想不起来聊什么，但是一旦话匣子打开了以后呢，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的，对吧？你看这不聊着聊着五十多分钟了，是吧？这50多分钟，我相信有一些内容对于没有去过越南的人来讲也是干货，也是干货。但是有很多人是不会相信我这些东西的，只要是自己踩了以后，才会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对吧？就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子嘛。如果说我们相信看那些历史书能够吸取教训的话，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那个悲剧发生了，对吧？好，拜拜，谢谢谢谢。